Hello，大家好，我是李岩。今天呢非常有趣哦，这个大家知道我们频道过去嘛都是在专门介绍这个左右派，对吧？那我也相信很多弟兄姐妹呢，可能也是看了我频道之后才发现说，哦，原来基督徒啊，在美国的政治光谱上面呢，其实比较偏右派，这种中间偏右的保守主义。那大家就会好奇啦，难道台湾我们就真的那么少保守主义的人吗？或者说年轻人有没有保守主义的呢？今天我特别要跟大家介绍一位是我最近认识的一个好朋友，而且呢，他不但是一个保守主义的坚定者，他还只有25岁，而且是台大政治系的高材生。我们欢迎到今天的是这个A few moments later. 别这样，别这样，我阿忠。好，那我们这个阿忠，我先问你你为什么今天要这个戴着墨镜上节目？我觉得呢，就是毕竟政治嘛，它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一个领域啦，那我觉得。毕竟我还是身处在校园当中，我还是希望可以保守我自己的一些隐私啦。那也是看了这个立恩之前的影片，就其实看到像是李老师的部分，就知道说其实涉及到可能一些公共议题的部分或者是一些敏感议题的部分，我觉得要谨慎一些啦，所以还是戴个墨镜来比较好。因为你还在念书嘛，对不对？是啊，所以他也因为研究所还没毕业 ，OK， 合理的。对，今天我觉得阿忠能够来跟我们分享，我就觉得已经非常棒了那我今天第一个最想要跟阿忠聊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很好奇阿忠，你念政治系，所以你看得蛮清楚，就是比较偏欧美，我们讲这个保守主义的这个脉络。是。那你这样子的人在台大应该很少吧？没有这样的人吧？对，有这样的学生吗？而且一般人都会觉得说，台大是不是一个很左的学校啊？很左派思维的。你觉得？你觉得很左吗？你觉得以欧美的例子，你看了很多吗？李恩，对，你觉得怎样子算是左的校园？好比说，就是我们常讲就是 OK， 像性别议题，比较开放，比较多元。当然，我觉得就是说对性别友善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哪怕可能这些人他想要去跨性别，在学生的角度来看，可能都会觉得说这个没有什么关系。我们不一定要去反对这些跨性别的这些想法或者是这些行为。那在政治光谱上面呢？但我的感觉啦，好像现在的学生如果是很符合说保守主义这种小政府主义的话，好像也感觉不太到。所以我很好奇，就是说，你怎么去看？就是台大学生，或者说台大到底你们算是比较偏左还偏右？你怎么看？那我觉得如果以学生群体来讲啦，对，我觉得真的没什么左右之分啦，就大家其实没有那么在关注政治啊。多数的科系是这样子的，对 ，OK， 就是除了你们可能政治系之外，因为其他都还好。对，因为比如说像是你是3类组嘛，对，你可能读生物，你读医学，或者你读2类组，你读电机，基本上你就是每天的这个课业你烦恼不完的啦，真的没有时间去管那个什么我们学校的这个厕所政策怎么样啊，我们这个学生会选举怎么样，对，真的没时间，他们太辛苦了。对，那你说商学院其实就忙着赚钱嘛，然后文学院就活在自己的世界。因为我们读的是社科院啊，我们或法学院，我们避不掉，所以我们多多少少可能会有一些接触，但是我看多数的学院倒还好，对，那以社科院来讲啦，社科院像是社会跟社工，那当然应该是全校最极左的科系嘛。对他们来讲，他们觉得像是犯罪行为，对，一般我们就觉得犯罪行为你犯错要惩罚嘛，是天经地义，对不对？是没错。他们觉得你不能惩罚犯人呢。所以你是说，其实他们会比较偏左派思维，就是希望很多东西开始除罪化，可不可以这样说？我不能说是每个学生都这样主张，这个我不能这样讲。但是确实像是可能社会社工这个领域的学者，或者是你看像美国的，像最近民主党不是初选吗？对，你知道他们的政策的主张是什么吗？是什么？你说看。他们主张要废除监狱。What？ 因为他觉得会犯罪的人不外乎2种，就是多数人他是因为没有受到好的教育，他是因为贫穷，他们是可怜人，我们要帮助他们，所以我们不能关他们是惩罚他们，这样是没有同理心的一个表现。对，那少数真的你就会问说，那少数那些真的强奸啊、杀人啊这些人，你也要放出来吗？他就说这些人也不是犯人，他们是心理生病的人，应该送他去精神病院去把他心理这个疾病给纠正好、医疗好，所以他们不相信监狱的存在性跟必要性。What？
这个就会变得有点像我们讲嘛，就是说台湾争议最大一个就是废死，对不对？好，就是说对于犯人的刑罚，左派是更倾向于所谓的废死。好，那当然多数的民意是反废死，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在台大社科院这个部分，比较是真的是在走这种说，我们不要把人用罪的角度去看，而是用他的这种精神的状态啊，就是说可能他有一些原生家庭的问题啦，等等等，导致他这样的，应该给他更多的是辅导，用所谓的社会公共资源来改善他，或者医疗。你是说真的是会这样想？学生会这样想？我至少我接触过部分啊，我真的不敢说是全部，可能社会或社工的一些主张当中，他们会真的认为说，我们的这个司法狱政体系，我们不可以去惩罚犯人，我们要有一个用爱的角度啦，或者是就是用一个道德的角度，我们要去感化他们，我们要去让他们变成更好的人。就是他们是很排斥说你用一个惩罚的角度去对待这种狱政政策啊，或者死刑政策的，他们是很排斥的，这确实的。对，所以我可不可以这样子问？其实，在台大来讲的话，你刚刚说的这些科技学生，其实基本上大部分大概应该都是废死的。我觉得社会社工一定是支持废死的嘛？对，社会社工一定是。那就很左啦。左边是哪边啊？左右不分啊？对不对？那我讲社会社工嘛，你说看科系，对，要看科系，我还是要平衡一下。是的，是。像经济系，我觉得他们在经济方面真的是极右，就是极右派，真的。比如说，他们很多的一些学生，他们当然就是追求一个效率的极大化嘛。对，所以他们凡事完全自由市场经济。对，他们就觉得说要自由市场，对，然后他们觉得凡事应该以效率优先，他们效率主义。对，所以比如说怎样子可以达到最大的一个可能善，或者是最大的利益，就应该往这样去做一个公共决策。我觉得经济系会比较偏这边。只谈钱。对，哇，那阿忠，那我问你，那经济系的学生，照你这样讲的话，他们其实很反对，就是一般传统就是说所谓的国营事业、国营体系这种单位，对他们来讲，他们更追求的就是完全交给自由市场经济，尽量民营化。对，如果是像是那种很多真的读经济的学生，就会觉得台电啊、什么台油啊这些干嘛呢？就是给自由市场来营运啊，你国家不要干涉嘛。所以他们其实反而觉得这些像我们这些中油啊、这些有关股啊，这些都不算好，不算理想。或者是像中央银行，那不要政府管了，你要独立出来啊，你不要用政府的手去控制啊。对，没有错。甚至就反央行。对，反央行。哇，很酷哎，跟那个米莱是很像的，阿根廷的米莱。跟你的米莱很像。Suponete una sociedad.Y está aislada de otra sociedad que vía un río. ¿Cómo vos te das cuenta que comercializando vas a estar mejor? ¿Y qué carajo haces? Un puente. Ok, un puente. Entonces la pregunta es ¿cómo carajo hacemos el puente? Le pido al municipio de un lado y del otro que se junten y me den guita para hacer el puente. Pongo de acuerdo a la gente y de un lado y del otro y determinan cómo financian el puente. Entonces agarran todos, hacen una vaquita y se arman un puente y todos salen ganando. ¿Ok? Sí. Ese vendría a ser el concepto. Ahora, ¿cuál es el problema con el Estado? Que te hace el puente y después te crea el Ministerio del Puente. Y entonces te empieza a hacer puente en cualquier lado. Y cuando se terminan todos los espacios para hacer puente, te crea el Ministerio del Agua para crear ríos y ponerle más puente. Y ese es el Estado en la Argentina. 哇，所以这是更追求完全的自由市场的模式。对，那这点来讲的话，那又还真的很右，对吧？可以这样说，可以这样说。可是我比较另外好奇，科系虽然大家读的不同，可是会不会有一种变成说造成互相影响？好比说我可能是理工科，可是我在台大，你会不会觉得我某种程度上我也会比较认同我们社工科他们那边的这种想法，就是说我们大家其实在观念上大家会去一个一致，还是你认为台大他学生还是很多元？我觉得90%学生政治冷感。公共议题冷感，真的、就是根本也没有所谓的立场，觉得自己一定是哪一边，根本不在乎。对，其实跟台湾人是一样的。真的吗？我觉得我不知道观众朋友会不会跟我讲，就是我们会常有一种偏见，会觉得说，因为台大的学生嘛，都这么聪明，而且应该都是对各个科系之间都非常感兴趣。好比说感兴趣你们在干嘛，在研究什么？对，我以为反而会高度的去参与，尽管我念的科系跟你不一样，可是你会认为其实台大学生反而相对是政治很冷感。我觉得台大相对，如果你要做个严谨的统计的话啦，我觉得应该还是稍微会再多关注这个世界一些，只是跟欧美的那种左派校园比的话，我们真的没有，我们真的还是蛮专注在自己的事情上的。对，就是确实是跟欧美他们左派学生的思想文化在校园的渲染力来讲的话，你觉得台大其实还算是简单很多。对，所以也要跟电视机前面的这个观众朋友讲一下啦，这个台湾的学校还是有救的，好，请父母不要失望，好不好？对，好，那如果这样的话，那我就想要来挑战一个比较实际的证明哈，就是说我们怎么证明台大真的没那么左呢？我想问一下，台大的这个学生社团当中哈，就你所知道的，大概有哪些是比较偏左派社团的，哪些比较偏右派社团？这能说吗？
好，这个没问题，这个没问题。哇，突然好尴尬。就基本上你去看台大的社团，台大的社团应该有200-300个以上哦。对。那如果偏公共议题相关的社团，就比较明显的，你觉得可能是左派的，当然不外乎性别社团。性别社团。性别社团。然后再来是讲究这个劳工权益，甚至是共产主义的社团。经济上的那个左翼，对吧？对。对。所以你刚刚讲的那个共产主义的社团是属于它是偏反共产主义，还是说它是支持共产主义的社团？他们是支持马克思主义，但他们认为现在的中国大陆的这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走偏了、走错了，所以他们是反中共的那种共产主义。对，那比中共还左。对，他们可能觉得中共不够左。因为就是我们讲像左派刚开始的一个发展途径嘛，比较偏走人本，对，那宗教就是比较偏神本，对，所以他们是往跟人本，我们讲说关怀公共的这种社会福利的问题，照顾弱势团体的问题等等嘛，对。所以我这样听起来应该是说，你刚刚在讲你们那个学校共产主义的社团，它也是偏向，比如说社会主义路线，怎么去关心？应该讲社会主义会比较对了，比较对了哈，就是说关心这种所谓的弱势团体的这些发展。对，可能像劳工，可能他们会参与一些劳工运动，对，比如说当政府可能要迫迁的时候，他们会去举牌抗议，所以他们比较关注的。OK， 好，那如果这样听你这样讲的话，那这样社团大概夯不啷当大概会有多少个？就是说，如果比较偏这一种左派思想的这种偏政治类的社团。我没记错的话，像是可能性别社团都大概有5个左右了。哇，这么多！对，那性别社团都是主张类似我们现在讲的这种性别平等。是，他们可能是联谊性质啦，就可能有男同性恋社，有女同性恋社，那可能是他们可能联谊啦，他们可能不见得有政治上的主张，对，确实可能没有的。OK， 对，那也有比较特别的，像是什么 BDSM 社团，就是性虐待社，他们就是研究这一块的，推广这一块的这样子，对，还推广。会吧，算是，就是 OK， 对，就是他们认为这个是另外一种的需要，这样子讲。就可能是他们的一个兴趣他们想要找同好这样子。OK， 对。那如果这样子的话，那有没有偏比较保守派的、偏右派的这样子的社团，在你来看？除非你把宗教社团算进去啦，但如果你说是那种比较偏公共政策、政治的话，我是没看到啦，基本上是没有，基本上是没有的。不过这个也不意外，因为我其实也常跟观众朋友会分享，其实台湾是真的没有所谓的右派团体啦，你连一般台湾社会上都没有了，更不要说影响到学校的一个学生去参与组成这样的一个社团，就更困难了嘛。所以我觉得是合理的。那但是如果你说非公共议题的话，会比较像宗教类的了，就比较有可能，好比说像兴旺爱社之类的对，基督教社团。但按理讲，你可能会觉得他们会比较保守一点嘛，可是他们就完全不碰政治啊，完全不碰公众事务啊，对呀，这就又变成说，就是说，就像台湾很多基督徒的情况一样嘛，就是比较避谈政治了，对，然后就完全就是归类只有在纯宗教这部分，但是可能就是说，至少他们在婚姻家庭观，就是相对于左派社团这边来就比较偏右的一个观念。可是就算是校园的基督教社团啊，就我的经验来讲，他们也会尽量的避免敏感的话题，比如说连同婚对他们来讲还是有点敏感，他们不会讲得太明确。这样子是也因为2019年后来同婚法过后，所以社团都比较避谈，还是你觉得说一直以来都差不多？因为可能我接触到的，像可能校园团契，它的目标就是它的受众其实底下很多并不是基督徒，他想要做传福音嘛，做宣教，是，所以他在课程的安排上本身就不是那么基督教的，他本身就是比较可能玩桌游或者是讨论一些学生的那个日常琐事所以他当然是希望说，既然学生底下的组成是多元的嘛，他就尽量不要讲一些可能会引起争议的东西。我觉得他们的目的是这样啦。OK， 对啊，比如说像是校园团契，如果他真的提到一些可能跟婚姻啊、家庭有关的，他尽量的用一个大家都能接受，大家听起来不会不舒服，就是不会送性平的方式去讲啊。是，对，可以理解。因为坦白讲啦，我会认为说，如果现在要是宗教色彩太明显，就是说有一种好像反对，好比说排他性的话，当然可能学生也会不舒服，好，甚至就检举，那你就很难去跟学生继续连结嘛，继续去互动。好，那我这样听起来，其实对你来讲，可能公共议题论述上面反而比较没有这种任何右派的单位。被你这么一讲，确实没有。那你会觉得这个是有需要的吗？我觉得就是，毕竟我觉得大学它代表什么？对。大学是代表一个国家民族的未来嘛？对，没有错吧？没错。像我们当时辛亥革命的很多支持者，其实是知识分子、年轻人居多，对吧？对，是没错。那其实当时就是在大学这个场所当中搞这个学生运动，学运，我们输给共产主义了真的是吧？对。他们当时多少年轻人哇，加共产党潮啊，酷啊，哇，我是新青年啊，你们这个思想迂腐啊，我们站出来，我们去学运，我们去抗争。
对不对？我们去把这个社会扫荡一切的不公不义，哇，结果不得了，国民党在这一块就输了嘛。是从学生运动，从学生的扎根就输了。那你到后面，你当然国共内战那个你不用说了。是，学生运动其实也是我们讲国家在民主的一个浪潮当中，它是重要的一个因素。好，那你会不会觉得台大现在如果这样整体来看，虽然较之欧美看起来没有那么左，但是其实某种程度上，台湾也就是因为没有右，所以相对而言，一切看起来还是在往左走，对吧？刚刚综合你刚刚跟我讲的话，我觉得我自己心里有一个想法啦，对，就是我觉得不是没有右，对，而是我们右派都沉默了。哦，这个很有趣，所以你会觉得可能很多的学生其实是很右，我觉得是。可是是沉默的一群。我就举一个例子来讲好了，其实就算是学生或者是台湾社会，你支持 Face 的比例到底有多少个啊？真的，对，有没有10%啊？你觉得？好像没有，好像没有哈。对，那为什么 Face 的力量这么大？它可以大过90%的力量？是，那不就是我们90%的人都沉默了吗？我们90%的人都冷漠了吗？让这个10%的人把我们国家往那个方向带嘛？对，是吧？就是变成话语权在他们少数人手中，变成一直。是，就像民主党初选一样，其实民主党那些极左派的主张哦，是连拜登这种建制派他看不下去的。但是你能怎么办？愿意去牺牲自己假期去初选的人，就是那些极左派的人嘛。他们连那种民主党的温和派人都不接受人，但他们愿意去为他们的信仰、为他们的理念去牺牲他们的假日去初选嘛？是。其他人不愿意啊，其他人想要在家里看电视、滑手机啊。所以可以说，就是说，你真的会到政治狂热，你会想要上街头去抗争或什么话，其实，在任何光谱来看，都是偏比较极端的人会愿意做嘛，对不对？才会愿意花上自己这样嘛，他有那个热情嘛。是。那只是说，如果这样较之来看的话，你会觉得台湾现在就很明显是极左的人存在，然后他们就会一直推动我们的政治发展。那在没有极右这个情况下的时候，就大多数都可能是中间偏右 maybe， 但是都比较偏沉默。哦，对，大家都沉默。你会觉得是这样？对，或者是中间偏左也可能沉默。也对，也可能，对不对？对。所以你说的这个情况，在网络上会看得出来吗？通常你们假设像学生，你们一般在可能 maybe Dcard 啊或者什么的这种学生喜欢参与的网站的社交平台，会不会你觉得看得到你讲的这种沉默的大多数？因为网络隐私性比较高嘛，比较隐蔽性高。是。你会不会觉得很多学生他们在网络上面发表的时候，反而会看得到这些所谓的偏右的声音会跑出来？确实，就是像是国外的这个川普嘛，对，他们就主张说，学校在招收学生的时候，应该唯才是举，唯才是用嘛，不能看你的性别，不能看你的肤色，不能看你的种族，对，就是所谓的卓越主义或者说唯才主义。对，但是像是台湾可能在就学上，我们都知道嘛，不管你支不支持嘛，其实台湾有对于可能原住民同学，他有不一样的录取的标准和方式，管道不一样嘛，对不对？对，那很多台大学生就有一些台大学生可能他就不是那么支持这个制度，他不是反对原住民哦，他是觉得说，你这个制度有没有要修正的地方？你这个制度有没有来改良的地方？对，但是他们可能反映在网络上，因为网络上没有这个言论责任的这个的部分嘛，对匿名嘛，对，你用言论免责权啦，他们就会用一些比较嘲讽，用一些比较没礼貌的方式去表达他的立场啊，就是比如说就会开一些玩笑啊，比如说有个很经典的啦，在我们的 Dcard 上面，就是一般人是火冒三丈嘛，然后有些人呢，可能他就会讲说他讲的，我引述哦，不是我说的哦，就是可能会有人说，原住民生气就是火冒3乘以1.35丈这样子，OK， 他们可能会加权，对他们可能会用一些不是那么友善或礼貌的方式去表达他们的一些想法啦，因为他们的分数加权1.35倍，对不对？对。可是这个东西很有趣，这个东西我也有兴趣跟你聊，就是说，在美国确实因为保守派，像我们常常讲 Charlie Kirk， 他们很反对就左派的 DEI 政策，对。但 DEI 它是比较偏就种族配额主义，就是说它是在把同样一块饼，可是却用这种所谓的性别、肤色。这些种族意识等等去做这种所谓的分配，所以他就没有按照你是否 qualify 嘛合格。可是台湾我觉得这个部分好像还好，是因为原住民他是用加权制，就是说他是增额的，我说他不是用固定配额的。你怎么看这个？如果说原住民就是说要么他加权他可以录取上台大，那就只是台大就要多一个名额给他，并不会影响到原本的比例啊。你怎么看说？那像这些有同学还是会很不喜欢这一点。我觉得啦，只要在一个合理的，在一个彼此尊重的情况下，我觉得你对这个制度的讨论一定是没问题的，对吧？对，没错。但是有时候是你在一些正式场合下，就台湾变成说你连这种东西都不能讨论，讨论都不行的。OK， 对。你会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不太能够明面上讨论的，就是质疑原住民是否应该享有这个所谓的加权比重。对，就像之前不是有个台大医学院的学生，对，他在歌词里面就是要把1.35带进去嘛，就那个之前唱饶舌节目嘛，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follow 到。
谁是神经元？神经元。神经元 OK， 我知道，大嘻哈时代我有看过。对，因为嘻哈其实本身它的文化就是要呛别人嘛。没错。对，那他就是可能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你看你成了1.35都还没有我高。对。他要写进去。就一句歌词，那就延上了嘛。对。那有时候你就会想说，其实我们没有去针对是不是原住民啦。对。就任何一个族群我们去给他有一个不一样的录取标准，虽然它是增额的。对。那他是不是可以讨论的？你觉得是不是可以讨论的？我觉得可以讨论。一定可以讨论嘛。对。但当时其实就变成说，有很多的人就用很多的方式去攻击神经元对。我觉得这你可以不认同啦，但我觉得到攻击或不让他发表这个就有点违背言论自由的初衷嘛，对吧？是，没错。就像查理克克，他有个精神，就是说，你虽然发表了很多言论是很有问题的，但我就让你讲嘛，因为就算是像米尔也主张过，就算是异端的言论，你应该让他讲出来，因为大家才能够防范嘛，大家才能够去跟他对话嘛。对。如果你不让他讲的话，你只让他地下化，那或许他的影响会越来越深，越来越深，矛盾会越来越大。是。就变成可能最后大家没有办法去好好坐下来谈，没有办法好好的团结在一起，后来就造成很多的问题。所以，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我们右派的精神嘛，言论自由，我觉得这个是要有的。对，我觉得你这样讲很有道理。是因为我确实不了解说，你认为反而其实社会上普遍对这个东西，它会变成是一个好像敏感不能谈。是。那台大学员其实有在试图做，算是一些揶揄的方式，但是呢，其实是想要把这个事情拿出来谈。他们想要去表达自己的心声啊。那他为什么他会在网络上讲？就是因为现实没有一个场合给他讲，对，没有一个捍卫言论自由的社团，让他可以发表他自己心里的想法然后他如果对政治是有意见的，他可能只能去左派社团，他找不到右派社团，那他变成说他只能在网络上讲了。对，而且这个又回归到一个你刚刚讲的问题，他们说像神经元那个，他会被延上，其实延上本身某种程度上也是反映可能台湾对于言论自由的一个角度，你会不会觉得其实台湾人普遍缺乏这种言论自由的意识？是，就是说我们在该怎么去聆听别人的言论自由的话，我们还是很容易用这种所谓网暴攻击的方式，想要抵消掉某一种声音。你会觉得这个很明显吗？会。你会觉得很明显哈，而且台湾的 cancel culture 嘛，对不对？对，基本上是不分蓝绿白的，很厉害。应该说蓝绿白红啦，蓝绿白红很厉害。但可是问题是说，照理说，如果是一个大的群体来讲的话，那这里面就不见得会有一面倒的倾向可能会有不同的群体那可是为什么刚刚感觉起来是，好比说像神经元这种对原住民的，就一面倒的会去抵消它？你觉得会不会是网暴的这种 cancel culture 取消掉对方比较多左派学生？对，好像是。因为像是最近不是国家有通过一个跨性别免服兵役的这个跨性别基本上应该是不用动手术的，不用动全套手术的，你都可以申请你的免除兵役。对。那这个政策出来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学生社团比如说像是一些可能性平相关的学生社团，或者说你这个政策不够左，不够好还不够好，什么意思？什么叫跨性别？是要有荷尔蒙吗？还是要做胸部吗？你是什么意思？对，因为有一些人可能就是你也知道，现在跨性别变成就是说一个人夫，他只要今天他心头他觉得他是女生，他就是女生，就是他什么事都不用做，就是心理认同就心理认同。对，那可能很多学生在这个台湾的跨性别政策上，他们还觉得说哇，台湾走得太落后了，太落伍了。对。那就很左啦，而且可以这样说，反而某种程度上，学生可能会跟大部分的这种长辈、父母这一代来讲的话，其实想法是完全很不一样。对，但是像是跨性别这个免服兵役的这个新闻一出来呢，对，基本上我没看到任何一个右派的或者是教会出来反对。OK， 他们不关心吧？他们支持吗？我觉得也不是不关心，或者是他们看不懂。跨性别什么意思？我觉得是不知道该用什么立场去谈，因为如果一谈出来，假设是教会出来的话，就又很难避免像过去同婚那个时候嘛，2019年前那样子大的一个撕裂，好像变成说是一个宗教站在一个所谓的思想浪潮的对立面这样子。对，我觉得是难谈，不知道怎么谈。当然这个也是我们频道过去其实一直在谈的东西，就是说我是拿美国的这些部分来借鉴，去看到说美国这种所谓心理认同，到最后就可以发展出97种性别，甚至143种性别。那有趣的是说，我自己做的调查，在频道里头做过投票统计的话，其实台湾多数是压倒性不认同所谓心理认同，是自己决定性别的。可是，在你来讲的话，这种社团左派的学生，其实他更想走的就是走到美国最左的那一步，是心理都可以认同，所以他还不满现在政府的这样子的一个真的就是做半套的，是他觉得不够。对 ，Oh my God。所以你会发现说，这真的一出来，可能你不认同，他们也不认同，你们觉得你们都不认同，那很好，但其实你们不认同的这个出发点是差很多的，差很多了。对，可是我就想问说，对，那像这样子的学生的主张的话，在你们台大，你自己会感觉学生当中普遍是认同他们，还是偏很不认同他们？
我必须说，我已经是读政治科系了，按理讲应该是要最关心这种事情的吧？对。我们还真的没有跟同学讨论过，就是不 care， 我们不 care， 真的。所以你会认为说，根本是有点像是一种真空状态，就是说根本不用去管说多数认同还不认同，而是根本没人，大部分是没人在乎，不觉得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议题，或者是他要讨论，他找谁讨论？你只有你身边人可能就是要么不在乎，要么是跟你意见完全相反的。那你要找谁？不过我必须说，我觉得性别议题确实是这样，因为坦白讲，我认为性别议题同志好了，是，其实大部分的异性来讲的话，不太那么在意同志话题，是因为跟我自己的性向又没关系，就是我又不是。所以大部分人不太会说很想要主动去了解。我说以异性恋者来讲，不太会很想要主动去了解同性恋者怎么想法。我能理解啊，就是说，如果你会去关心这个议题的人，那你通常都是很支持的人才会去关心嘛。对，就不是那么支持的人，自然就不会去聊嘛。对，我觉得这是社会大众普遍隐性的一个原因啦。对，好，也不是说觉得就支持，而是说会觉得根本自己可能看到这种新闻都觉得无所谓就划掉，就不是我会想看的嘛，就不是我的兴趣嘛。对吗？对。可是这又反过来讲一个很有趣的点，可是服兵役是一个关乎到国安的一个大问题啊。是啊，所以如果大家不关心这个议题，好像也不太好。对不对？应该照理说要大家想一想，就是说，可不可以完全自由行政来决定自己的性别？那如果我觉得我是女的，我就可以逃兵役。对不对？那如果假设这个政策如果到这一步的话，那我们可以想象就是，哇，那些艺人花了好多钱，好浪费哦。是啊，你就说我是心理女就好了，我还不用找医生，我还不用被关，我还不用去退出演艺圈。对啊，那些艺人，哇，就说至少你有动手术，你还付了代价。所以之后我们可能会看到很多一线的那种男明星，可能就说，我不好意思，我出柜了，我是女生，我是女生，我不用服兵役了。对。但是我是女生，我是女同性恋，所以我还是跟女生交往哦。So you're straight. OK， 那这样子说起来，反而我们可能会有这种刻板印象，会觉得说好像台大很左的这种想法，其实变成在你的角度来看，主要是说极端的左，他们本来就比较政治狂热，所以他们的表达、论述、主张什么，相对声音也比较大。是，可是隐性的很多，那我就好奇，那在网络上像 Dcard 这样的话，到底会不会很多隐性的这些学生，反而看到他们在网络上吵架，反而会不会容易变多？对，是，就学校可能感觉不到。可是网络上反而比较明显，就是变成说，因为可能有这个 cancel culture 嘛，对，就变成说你不同意见的人，他不会在现实当中，而且我们华人本来就很重视人的和谐啦，对，我们不太会就在现实中找人吵架，对。但你心里头有想法，变成从脆上啊，从网络上做抒压，对。但因为在网络上你不用负责任，就变成说你很容易极化，对，就产生很多问题啦。所以就是像之前台大的学生会选举的时候，就有人去就可能说好玩嘛，他自己觉得好玩，就提了一些确实我也觉得说很不适合的政见，对然后不管是他讲到可能少数族群啊。讲到性别啊，讲到什么等等等的，让大家就觉得很扯啊什么的，就是一个，就等于说他是想要反讽，对，他可能想反讽 ，maybe 这样子。但是我觉得根本性的一个问题是，比如说如果你不是左派的人好了，你想要关心政治，你在现实当中你找不到一个场合啊，对，他变成说只能去网络嘛，对，但网络就那个样子嘛，是，对啊。OK， 对你来讲的话，那你自己会觉得就是应该要有右派的社团会比较好。你会觉得对，就是说学生还是要有这样的自发性的一种思维去开始建立，对，好，然后进而的才能够去，可能也可以让学生更关心政治活动，对，可能现在因为有点太一面倒了，就是没有右只有左手，其实某种程度也可能造成学生冷感，这也可能是其中一个原因。对，好 ，OK， 很有趣，确实对立比较容易造成政治的效果，所以 Charlie 他在。左派校园辩论就会很有感染力，因为那些右派的学生，好，那些或者说支持 MAGA 的，就会跑来，都会围在一起。平常可能根本聚不来的，聚不了的，他们就会都围在 Charlie 的身边。当然不是说为了刻意制造对立而对立，而是说观点他在校园里如果有碰撞的时候，确实他比较容易让学生激起好奇的热情。应该说我们的目标不会是对立啦，我们的目标是对话，对，是吧？没错。但变成说现在是没有对话，现在就变成各说各话，对吧？对，没错。是啊，那你有没有什么对台大的其他的观察特别的想分享？台大其他的观察吗？我觉得台大的多数学生还是善良、淳朴又可爱啦。跟就算是立场不一样的同学相处，其实相处起来都很愉快啊。大家一起吃饭聊天，然后大家一起分享老师的八卦，然后而且学生还是蛮单纯的啦。是，对，都是蛮好的。其实真的是他们支持比较左一点的这种意识形态的学生，他们都还是很善良的。我觉得至少在台湾是啦。哦，对，在台湾真的是，所以我觉得这点也很好，但是。
就像当然我也很认同说他们不管是跟我立场不一样的人啊，他们在学校有各种的社团，他们去表达他们的意见，他们去宣传他们的思想，我觉得在校园里面，特别是大学，我觉得是很好一件事。所以我也很期待有一天啦哈，比如说像立恩像你嘛，如果有一天你可以像查理克克一样进来校园里面跟学生聊聊天，其实我也会非常乐意的这样子。哇，好啊，我也很乐意，但是就是因为我这个年龄实在是已经比 Charlie 大太多了。所以呢，我现在要是进校园的话，恐怕都是被人家当作爸爸级的存在了。不然你去读个博士吧。我这个年纪在读博士太拼了，太拼了，那个烧脑烧太多。那我自己会很好奇，就是你未来有没有可能，也许 maybe 考虑在学校推动类似相关的这样子的一个。如果有跟我同个学校的学生或学弟妹，好不好？底下留言，好不好？好啊，底下留言是，干脆大家就是有10个留言的话，我就考虑一下，好不好？考虑就是发起联署嘛，来成立社团嘛。社团登记一般是你们学校好像要30个人签名吧？30签名，它是一定要学生，不一定，应该要学生啦。教职员不行，教职员可能要有一个指导老师。OK， 我不是很了解，再去确认一下。OK。对啊，会不会有可能干脆我们来成立一个叫做台湾转捩点的社团？我觉得很好，你觉得很好？哇，太棒了！如果要是能够在台大成立一个台湾转捩点的社团的话，我就找我们阿中呢，也是我非常极力延揽的年轻人之一。因为真的，观众朋友，阿中才这个20几岁的年纪，我们很久没有看过有年轻人了，而且是保守主义，对我来讲简直是如获至宝。这样，如果要是可以在台大都能够成立这样子一个台湾转捩点社团的话，那一定是很有趣、很棒。好了，看看能不能底下台大学生留言超过10个，好不好？那你要怎么确认他是台大？就是要写好吧，我是台大人+1，这样对不对？我们就试做事。好，我们就试做事。OK， 好吧，我们就成立看看，看他们到时候会出现。好啊，太有意思了。而且如果是发展这个社团的话，你可能就是第一届社长啦。那你会不会想要做些什么？假设我们举例，如果真的这样的话，你会希望想要社团办一些什么样的性质的活动或内容？哇，我之前是有个想法，就读书会。对，蛮好的。是因为毕竟，其实我们台湾从小到大的学生，可能不见得每个都对保守主义有一个很清楚的了解啦。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是你至少在出去跟人家论述之前，肚子要有一些东西嘛。对，所以我觉得读书会的培力，我觉得是一个。是。然后第二个是我期许未来可以办一些学生营队，因为其实很多的不管是 NGO 啊，或者是一些左翼的组织啊，其实他们学生的事工啊、学生的运动、学生的培力是做得非常好的。你看可能 Face 联盟啊，或者一些性平的组织啊，等等的，其实他们有很多的学生营队的。对，所以反而是在台湾基本上右派都没有。对，如果是教会的或者一些宗教的，他们就不太聊政治，就比较可惜一些。其实我也是常想跟观众朋友就是分享一个观念，就是说美国他们之所以今天好比说像川普这次当选嘛。美国他们都还能够有机会，就是说刹车，甚至是从这种往左一路左的路线，这种法夹弯的回头去改弦易张，这个并不是单纯是因为他基督徒比例多，我觉得并不是，我觉得而是他们发展的保守主义团体保守派已经很久了，所以他们对于公共议题的参与论述的话，基督徒会认为说，当我跳到这些时候，我不需要跟人家一定要谈信仰，我不是说我的目的不是要跟你传福音，可是我要跟你讲为什么我捍卫，好比说为什么我反堕胎，为什么我坚持一夫一妻，是家庭的组成核心，就是这些等等的东西，其实是他们在走出教会外，他们仍然有一个可以集体参与的地方，我觉得这个才是他们还能掉头的原因。从某个角度来看，我甚至担心就是台湾是一个无法掉头，就像你讲，因为我们没有另外一边生意的时候，没有人会觉得现在这个方向是需要重新被思考或者是去探讨的，对不对？所以这是蛮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好像刹车是刹不住的，就一路只能踩到底。哇。那立恩啊，像你觉得，如果未来台湾大学有这样的社团的话，你自己会觉得可以怎么样的运作？什么模式？我刚刚的感觉就是，第一个你讲办读书会很棒，因为你们是学生，而且你们又是聪明人，你们其实一定会对于相关的学问的研究，一定会希望能够扎根去了解。那我觉得进一步的话，就是可以有一些，好比说 maybe 办一些学生辩论啦，然后我比较倾向在很多的议题上面，有一些左派学生，我们可以邀请来做一个所谓的共同的
辩论或探讨？我觉得辩论很棒，辩论很棒，因为我想说，其实查理克克他的模式很多就是辩论嘛。对，因为其实真理会越辩越明啊。真理会越辩越明，而且我觉得很多观众朋友常以前看 Charlie 的校园辩论影片有一个错觉哈，因为一般我们出社会人，当然我们很少说在职场上跟人家动辄辩论，好像很针锋相对。可是我觉得在校园里头，其实我不太认为学生有那么排斥辩论，对吗？是，就说学生其实反而就是在一个追求学习的过程当中，那就像 Jordan Peterson 老爷子讲嘛，追求真理的过程，基本上你要有一个不怕冒犯别人的一个态度，所以大家本来就会有碰撞。我觉得学生他对于辩论应该是某种程度上是可以更 open 的，心态上更成熟。我觉得应该要是这样，因为本来一个好的大学一定是要有不同的主张的碰撞，不同思想上的碰撞。我觉得对于台湾的学生圈或者对台湾的学术圈来讲，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啦。是对，如果有辩论这个文化的话，是的。哇，这样真的是蛮不错的，听起来。而且呢，好不好？这个很多观众朋友常常就说，利用为什么好像这个乔雷影片呢，都感觉不到左派有任何的一点尝试或逻辑性。那我要说好不好？搞不好我们办起来之后就有啦，对不对？因为搞不好我们也会被辩倒啊，对不对？是。那辩倒又有何妨呢？就像你讲，真理越辩越明，是可以好好的来交流、来讨论，说为什么彼此捍卫的价值观这么不一样？还有就是到底这个里面有没有更具值得思考的一些细节？好，一些我们还没有阐述清楚的东西，是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呀。我觉得辩论很好啦。还有一个啦，就是可能如果校外时间有空的话，可能参与一些社会运动啊，学生运动啊，我觉得这个也是，对，很棒，是，而且我还听过你好像也讲说，台大也有一个非常保守主义的经济系的老师，是不是？就是吴聪敏教授吴聪敏教授，他之前有写一本就是台湾经济400年史，是，那我觉得真的是写得很好，就是他完全是用那种西方海耶克、费里曼的这个经济学的可能货币主义啊，他们的这种自由经济学主义，他去看台湾的经济发展史，我觉得它是一本很值得每个人阅读的一本书。对，而且好像在他的观念里头，他会认为台湾过去我们的经济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我们太过大政府主义了，反而没有走保守主义的小政府，以至于我们的经济其实是有一些问题或者说盲点的。对，没有错。那这个搞不好下次可以好好再来聊一集，是，好不好？下次再找你上来，我们再好好聊一集。好，没有问题。OK，观众朋友，我觉得今天很开心哈，今天跟阿忠哈，我真的觉得大家应该也很兴奋哈，可以看到一个这么特别的哈，又是台大的高材生，然后又是保守主义的学生哈，那么我们也愿意尝试看看，希望有更多的学生直接看到这个影片就来反映给我们，你想不想要一起来成立一个这样子的台湾转捩点的保守主义的社团 ？OK， 想要的话就在底下留言。好，那我们超级神队友，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哦，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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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教文化有一点太受资本主义影响了，每个牧师都吃得胖胖的开名车，我其实看不太惯。对，真的，就你看人家天主教嘛、佛教嘛，哪个大师不是身体都很好嘛，然后都吃得很简单啊什么的。对，有时候会对牧师的要求比较高啦，我就觉得真的是新教被资本主义败坏了这样子。对。就甚至有人讲说，这个牧师他有钱到买私人飞机，还有人觉得这个可以上天堂。那你要怎么解释？你要怎么跟人家讲说这个耶稣讲富人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更难？对，没错。那你要怎么解释嘛？你过得去吗？你都买私人飞机了。没错。新教是被资本主义渗透最厉害的一个宗教派之一啊。这个以后真的也可以来聊，这个很有趣。真的。好了，那我们要开始啊。好。Is Christ alone, our hope now forever.